幫我找到媽媽的消息，謝謝。4歲與母親訣別，8歲父親殉國，他用一輩子尋找被戰爭撕碎的家。我是孫春龍，一個打掃戰場的人。97歲的高黎良每天早晨都會對着桌子上2張泛黃的舊照片鞠躬，一張是身着空軍制服、眉眼英挺的父親高志航，另一張是金髮碧眼、笑意溫柔的媽媽葛利亞。提起空中戰神的爸爸，高黎良說他為爸爸而驕傲，但他最大的心願是找到媽媽。4歲那年，媽媽落在他臉上的眼淚是他一生無法言說的痛。故事要從1924年說起。那一年，東北軍擴建空軍，張學良決定選拔28位飛行員赴法留學。一個名叫高明九的年輕人跑去報名，因為身高不夠未能通過。他用法語給張學良寫了一封信，道明航空報國的志向。張學良讀後大為動容，親自接見，並特批他赴法深造。高明九激動地說：“保衛祖國是我的奮鬥目標，為了實現我的目標，我將改名志航。”1927年，高志航學成歸國，被張學良任命為東北航空教育班少校教官，希望他能擔起為東北空軍培育下一代雛鷹的任務。在東北執教的日子裡，高志航認識了白俄流亡貴族後裔葛利亞，兩人一見鍾情，很快在滿洲裡私定了終身。沒多久，女兒高黎良出生。葛利亞為了融入高志航的家庭，也脫下了高跟鞋，開始穿中式衣服，說東北話。1931年，東北淪陷，高志航不願附逆，躲在火車廁所裡冒死逃入關內。他憑着一身本事進入中央系空軍，一路晉升。由於飛行員不允許與外國人通婚的規定，殘酷的選擇放在了高志航的面前，要麼退役，要麼離婚。那時二女兒高友良剛出生不久，高志航表面答應離婚，暗地裡在市郊租了房子安置妻女。可事情很快敗露，特務要強行將葛利亞驅逐出境。無奈之下，葛利亞主動做了選擇。我知道你一生的志願，你還是選擇飛行吧，否則你会悔恨終生，後悔一輩子的。家仇國恨不是兒女私情可以兼選的，別為我操心。離開前，葛利亞特意回吉林通化老家看了4歲的高黎良，還買了滿滿一大破玩具。那天夜裡，溫熱的水滴一滴滴落在他臉上，順着臉頰流進嘴裡，鹹澀發苦。他懵懂地舔了舔，以為是下雨。長大後他才懂，那是媽媽的眼淚，也是最後的告別。1937年8月13日，淞滬會戰爆發，中國空軍主動出擊，轟炸了日軍的指揮所等重要軍事目標。第二天，日軍空襲杭州笕橋機場，高志航率隊迎戰，準確命中敵機，與日空戰告捷，舉國同慶。此後8月14日成為了空軍節。僅僅3個月後，日寇特務得知中國空軍蹤跡，派出大批戰鬥機空襲河南周口機場。高志航的飛機還沒有起飛，就被日軍密集的炸彈命中，以身殉國。他用自己的生命實現了航空報國的夙願。9·18以後，高志航告別了東北老家，高黎良也再未見過爸爸。長大以後，高黎良瞞着爺爺奶奶參加了東北民主聯軍。登記時，在父母一欄，他如實地寫下了爸爸高志航、媽媽葛利亞，而這一選擇也讓他和家人有了截然不同的命運。1949年，高黎良調到了北平解放報工作，南下到了昆明。妹妹高友良和高家人被接到了台灣。高黎良在昆明成了家，有了4個兒女，日子刚刚穩定。16歲的大兒子因為他的身份被勞改10年，他自己也入獄5年。幸運的是，丈夫不離不棄，他和孩子咬牙堅持，這個小家才走過了陰霾。直到1988年，高黎良才終於在香港見到分別40多年的妹妹高友良，姐妹倆抱頭痛哭。父親殉國，母親失蹤，姐妹半生隔海相望，這個家從未團圓過。再重逢，尋找父母的下落，成了2人共同的心願。1937年，高志航犧牲以後，遺體計劃由河南走水路運往重慶厚葬。
由高志航的弟弟高明奎與隨行官員共同護送。就在靈柩抵達湖北宜昌，準備乘船前往重慶時，數架日機盤旋在宜昌上空，在宜昌城整整轟炸了7天，水陸航運徹底中斷，無法繼續西行。無奈之下，只能就地秘密安葬。父親的墓地從此成了謎。高麗良和小妹找到了宜昌政協，做了大量的走訪。宜昌当地村民說，曾見過一口黑棺木下葬，但是沒有明確的墓碑與標誌，尋找無果。1986年，高麗良的叔叔高明奎寫信給宜昌市政協工作人員，說明了當年情況。他說他曾將兄長的黑色靈柩臨時安置在2馬路天主教堂的地下室，為了避免日軍掘墓回棺，與教堂神父公浩商議，秘密下葬於教堂寧夏愛德堂地塊。下葬时未立碑，不起墳冢，不留任何標誌，以防日寇報復破壞，請求他們幫助尋找兄長墓地。在宜昌市政府和志願者的努力下，2010年，高麗良終於找到了父親高志航的安葬地。現三峽大學西校區內的2棵香樟樹之間，2015年，抗日名將高志航的銅像在三峽大學落成。西校區的主道路也被更名為高志航路。終於找到了爸爸，高麗良握着銅像泣不成聲。可媽媽在哪裡呢？高麗良怎麼也找不到。高麗良去了哈爾濱，給莫斯科的報社寫尋親文章，還托人到了俄羅斯各地打聽，一直沒有消息。後來他乾脆自己去了莫斯科和聖彼得堡。走在俄羅斯的大街上，每當有和媽媽相似面孔的老太太與他對視時，他的視線都會緊緊跟隨他們的臉龐。他害怕再一次錯過媽媽。他一直記得在東北當兵時，曾在街上撞見一個金髮碧眼的高個子女人，對方定定地看着他，嘴唇動了動，像是想說什麼。四目相對的瞬間，他幾乎可以確定那就是自己的媽媽。可部隊紀律森嚴，机要人員嚴禁私自接觸外籍人員。他咬着牙扭頭就走。回到樓上，他隔着窗戶看見女人站在街對面，遠遠望了很久。他不敢長時間看，流着淚離開了窗口。這一幕他記了一輩子，每次想起來都心痛無比。這些年來，我們一直在嘗試幫助高麗良尋找他的媽媽。我總盼着有一天能有一個消息跨越山海，讓這位找了媽媽一生的老人等到關於媽媽的訊息。媽媽，我好想你，到現在我都想的。找到了媽媽在什麼地方？你去不去？去，我還叫台灣我那個妹妹，我們爬也爬去。令人遺憾的是，我們沒有任何消息，而這位97歲的老人至今仍在等待。我们找到了他的帽徽。我爸爸临终之前心心念念的就是我的爷爷。知道了，你要别来回家了。